豪哥是，刚从台中酒店领回来，林心地开的林酒店，对，哇林林家的都很对，厉害林家的可以免费住，姓林的打5折的，对，真的哦，不得了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是去工作啦，只是顺便住一下而已。好，对，然后顺便吃好料的哦。去台中一定要的啊，对不对？台中就是美食之都，对不对？那个在做高级餐饮的部分，大概有7成在台北，对， 2成在台中。而且很多好的餐厅都从台中发迹起来，很奇怪。像那个乐轩烧肉有吗？乐轩哦，多的咯，饮料也是啊。对，那个火锅那个鞠躬鞠成那样，我真的觉得那个什么鼎王哦，鼎王啊，对，鼎王，对，哦，对，不帮他打广告了。好我们现在看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对，哦，不是，对，哦，好，这一支今天你自告奋勇，好，这个你敢讲的，这4个字你敢说，我真的是不敢听，这是告奋勇的。这个是爱马仕的高定系列，对，是不是？爱马仕高定系列，哦，听说你对这整个系列都很有研究哦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去专柜一直去做功课嘛，对不对？我都去零食柜，专柜我其实不太敢走进去，对啊，哦，对啊 OK 因为专柜没有30-40万，怎么敢，对不对？不要，你又不是买包，你是对啊闻香水而已。不是，其实他们就期待你买包，就你刚才说，请问香水在哪里？他们脸上闪过了一丝的失望，好不好？会这样子哦，难免啦， OK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听到你买香水的，哦，好，那你来问我香水，我眼睛都亮起来了。业态不同嘛，业态不同嘛，对不对？业态不同，门槛不同，对不对？那要求就不同，对，对吧？那你问我包的话，我就一脸狐疑了。对，好，不要再扯，我们时间有限。对，好了，今天这一支叫做天使皮革，天使皮革，对，天使皮革厉害。虽然现在，昨天，请问昨天这里有下雨吗？有啊，那就是一样的，对，那就下雨的时候，或者天气微凉的时候，其实皮革是一个很好的香调啦，它会给你一点温暖，那给你一点不一样的味道。就是除了夏天你的柑橘调之外，秋冬的话大概就是皮革啦，对不对？檀木啦，乌木啦，就是这个。那皮革在里面算是应该是这几个冬天香调里面算是比较轻盈的啦，比较轻盈的。好，我们镜头先给大家再带一次这个。那因为爱马仕又是我们都知道，就是比较清淡一点啦，它没有什么太重口味。而且它的高定就是大家都非常可以接受的。对，JCE 吧，是不是 JCE？看这个透明的瓶身真是漂亮。那事实上它每一只颜色都不一样哦。对，因为摆开展示在那边就觉得哇，因为它每一个帽子就是它的盖子，对，除了用爱马仕皮革之外，它其实都不一样，摆在那里，然后搭配它的瓶身，其实非常漂亮了。是，好，那来试试看这一支，你之前有闻过吧？没有，所以正没闻过，来闻闻看。那你去零食柜在干嘛的？我去那个只闻一些热门的，像琥珀烟云啦，那个黑檀啊，就之前买的那个，你卖我特别贵的那个，对，OK， 好，来，这个皮革好嘞，其实没有什么太重的皮革味，对，因为蛮多我们闻了这么多的沙龙香，其实有时候它强调皮革，它是给你很重的 punch 这样子哦，对，很重的一拳。那个这要不要试试看？对，大家都要试试看。天使皮革，来，他们没有反应，那应该是兴趣不大，对。我们在做功课。对。有啊，喷头非常闻到芝麻跟孜然的味道，哎，这有孜然吗？没有。这有芝麻吗？孜然是烤肉吧？哇！对啊，有孜然的感觉哈。而且开始皮革，还有木香，这个旧旧的怀旧味道开始出来喽。而且我觉得这一个高定，它是接受度是非常广的，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，不会因为它是高定，然后就味道太过于
沉重，这样不会。对，它是一个非常轻盈清透的皮革，那可能是以我们讲皮衣外套来讲，它应该是薄外套的等级，哦，对不对？薄外套的等级，讲得真好。对。那薄外套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如果常常去中南部看，你看其实夏天就天气很热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会穿一个薄外套，有吗？你说在哪里？南部会吗？会这样吗？会。其实他们不是为了要御寒啊，他们是为了防晒。防晒。好，是。那这个就有点像那个，这个就有点像那个，对不起，那个30秒达人，帮我接手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要接重要电话。对，我来问一下接。我觉得它蛮甜，有点香甜的那种皮革感，它不是很重的那种皮革味。刚开始的时候，然后带有一些花香感在里面。哦。就蛮花香，然后带一点皮革，因为其实现在开始的皮革感在我身上还没有到很明显。对，然后因为 JCE 大师他本来他的作品就不是属于很重口味的，都比较轻盈一点的，对。然后我记得他这支，我之前看过，他有说这一支是他自己的作品中他最满意的皮革作品，就是这一支，对，这还蛮好闻的。但每个人闻起来确实不太一样，像我自己就觉得它比较没有花香在里面。对，我现在闻到的是有一点木屑，还有那个皮革，还有木香的味道。蛮厉害的。我觉得它只取了紫罗兰跟水仙花的水生感，然后去平衡掉皮革本来的那个厚重，厚重，所以它让它整个皮革调变轻盈，很像你刚开箱的那个，对，皮革纯皮革的那个皮香的那个香气，你描述的真好，很舒服。以前他们那个年代要去旅行的时候，他们都是这种皮革的木香啦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可能要塑造的是这样子的味道。我比较相信的就是，你刚买一件皮衣，它的防尘袋一拉下来，就透露出轻轻的皮革感，是轻轻的皮革感。OK， 好。其实它皮革真的，我必须说还蛮淡的，就是没有你想的皮革那么的厚重。它是一个舒服轻盈的味道。是，对，舒服轻盈的。整体来讲，还是一个在所谓的皮革，然后花香跟带了一点点木香中间，取得一个完美的平衡啦。OK， 好，对我的画面应该就是大概在美国要开拓西部的时候，他们在这个原野上，然后你会知道从东部迁到西部的时候，都是开着这个马车嘛，马车可能是2匹马或4匹马，那后面可能就整个全部的家当，然后有着这个棚子，对不对？棚马车，那个叫棚马车，它有一个专有名词。对。OK， 那这个棚马车，我们的箱子都是拿着这种外盒是皮的，然后里面是木造的这种箱子，我觉得它打开就是这个天使皮革的味道。对，我觉得它塑造的那个年代而且它蛮有画面的，尽量不会让它太厚重啊，这可以让你在一般日常的时候可以轻松的使用，而不用去刻意去想所谓的场合是跟季节。对，我想这就是它这个高定，要带给他的客户的使用感受，就是你不用刻意去想什么，你只要想你喜欢什么味道，拿起来就可以使用了。OK， 好吧？那我觉得我现在开始花香调慢慢出来了，我比较知道刚刚林心地跟明芳讲的有闻到花香调，我现在开始感受到，对，有一点了，而且这个皮革慢慢衬托出这个花香调，还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手法。对，因为多半都是花香之后基调才会是皮革嘛，对不对？重的会摆后面。对，可是它不是哦，它是前面皮革，后面慢慢带出一些花，
悠悠的花香。是，它这个走法很美，对，很美。对。那因为这个其实在专柜也都不打折的，永远不打折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啊。对，因为它是爱马仕嘛。对，因为它是爱马仕。对。好，来，那你觉得适合在什么样的场合？我觉得春秋冬都可以，夏天要看啦，就是不要太热，基本上它都是可以的。是，因为它有一点点水生感，所以刚刚明芳有讲有一点点水生感，其实夏天也可以啦。对，我觉得它做到轻薄透亮，到夏天都不会觉得喷起来是重的哦，就是很轻薄的哦。对，他就希望带给你的就是一年四季，随时都可以，对，随时都可以。好，那因为他给我的画面感太好了，那我觉得给我的场合，我会认为在开会或者是洽公的时候，或者是开车的时候，这个都很合适。那它带有一点点怀旧的皮革感，或者是你远途行程的时候，这一个也很好，它会陪着你在旁边一个很舒服的感觉。对，就很像我刚刚讲到的开拓大西部的画面，从 A 点移动到 B 点这一段旅程，我觉得就非常合适这一支天使皮革。你们觉得这个牌子的这个味道，就是呈现出爱马仕它想带给你的尊贵的高级感？因为爱马仕最早初期就是皮革皮革嘛，对啊，它就做皮件，对，皮件是它专门的嘛，是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支绝对是对它的重中之重，只是我们都可能在这一区就比较忽略它了。或许这个在欧美其实上是天使皮革。我们老是就云南桂花、玫瑰花道啊，对了，我们都是花调的了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这个其实有点被低估了，哈，是有点被低估了。那我们待会再回来看看它后调有没有变化。没问题，待会见，拜拜。天使皮革回来了。对，现在在你身上什么感觉？就是一个云淡风轻的皮革味，它有一点微微的皮革感，悠悠的皮革感。可是你知道它是一支皮革属性的香水，但是它没有这么的强烈锐利，对，扰人。好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皮革的味道，我必须说，皮革的爱好者说皮革香水会有两个习惯，要不然就非常喜欢，要不然就非常讨厌它的那个。他们讲的臭扑鼻啊，臭扑鼻。但有的人喜欢重口皮革人，他就是要那个味道。那这一支它就是难得出现的，就是你想享受一点点皮革调的感觉，但是不希望是太厚重的皮革，是太冬天的皮革的时候，这支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这支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那我觉得现在这一支在我身上是非常明确的，怀旧皮革木香的味道，非常的有画面。就是我刚刚讲这个大西部的长征的时候，你要从东部搬到西部的时候，你西部拓荒时代，对，你带的这个旧皮香就这个味道，那一打开，完全就是天使皮革的感觉，万宝路的感觉。哇，他描述的实在太好了，怀旧感，对，那而且会有很多以前。古老建筑或地区的这个视觉出来，反正它就是一支，我觉得是一支真的是云淡风轻的皮革味。就是如果你不喜欢那个太强烈的皮革感，就是如果你不喜欢新车的感觉，你只喜欢新车，但是不希望那个皮革跟塑胶味一直往你鼻腔袭来。你希望去找一个轻调的一点的皮革，那这一支是一个很好选择，因为它本来就不会太扰人，不会太扰人。是，对。但是我觉得它并不像新车的那种皮革，那不像，完全不太一样。对，我讲新车是因为我们进入到新车，它那个强烈的皮革感是一直不停的袭来。对。所以这就是有所谓的好恶，就这样，有喜欢的人非常喜欢那个我们讲的新车的皮革味。对，这个就很明显，就是木质旧皮香。对，对。如果你去往这画面去想象的话，它的味道就是完全就是做到这个感觉。但应该也是它最早就是从皮革起家的嘛。对，爱马仕的高级最会营造所谓高级皮革感。是高级皮革感。大概因为它就是专业做皮制品的啦。对，
皮制品的。而且你在它这个皮箱上面，你还可以清楚的摸到皮革的纹路，哇，真的厉害。对，因为它不光是用牛皮，它也是有选择它的部位的啦，跟纹理的。OK， 好，那如果这一支皮革调，你会给它什么调？它毋庸置疑，真的是一个皮革调，但只是它是一个非常清爽的皮革调，这一点倒是很少见啦。就是我当然我手里也有几支皮革，但当然都是比较重型的啦，都是比较重炮型的。像这种云淡风轻型的，我倒还是第一次闻过，所以其实对我来讲还蛮新鲜的。终于有一个我可以享受一点点皮革，但是不是那么重口的，不是那么重口的。OK， 好，那你会给它这个皮革调0到10分？天使皮革吗？ Yeah. 我会给它9分，我会给它9分。好，就我一开始都觉得对爱马仕高定都觉得，讲真的我就觉得收手，但是今天认真闻了一次，其实虽然它都是比较偏淡一点的，但是其实它也是有一点点层次的，跟一点点营造出来的奢华高级感，还真不是其他的香水做得到的。可能这就是 JCE 它的调香厉害的地方，是调香厉害的地方。OK， 那我会觉得它是比较怀旧的皮革木质调哦，因为它不断给我的画面就是皮箱，木质的皮箱，那有怀旧的感觉。如果这个调性跟这个画面是他要表达的话，那0到10分，我几乎给他9.9分了，就是太立体了。我还有一点要补充，好，你说就是现在闻起来的感觉，就是你觉得它的用料真的有到爱马仕的这个水准，有到爱马仕的这个水准，就是让人家一眼就知道这个就是爱马仕的坚持，然后对它品质的坚持，高级奢华感，但是却不会过分的张扬，不会过分的张扬。对，就像你讲的低调一样。低调，低到，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天使皮革就为你介绍到这里。1年4季都可以喷的皮革属性的香水是好，不论出去加工，或者是说这个任何场合，我都觉得它都有带一点点稳定却开心的，不会太成熟，也不会太厚重，男女皆宜，是男女皆宜，四季都可，好不好？介绍给你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天使皮革，爱马仕高定5闻香系列的天使皮革。拜拜。